在法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外，李强在出席为期2天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时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与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方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当地时间6月22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马克龙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总统先生前不久成功访华，习近平主席同你深入交流，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为中法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我访问法国，旨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并同法方就加强中法合作深入探讨。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支持对方有益倡议，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马克龙愉快地回忆起他今年4月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马克龙欢迎李强访法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表示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关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通过法中战略对话、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加强协调。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上，法中应坚持有效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完善全球治理，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双方有着这种悠久的交往的历史，比较好的战略互信。特别是呢，马克龙总统呢，他呢坚持欧洲战略自主，那么希望呢根据欧洲自己的利益来够选择跟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一直认为呢，中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欧关系，那么在这种全球问题的这种处理面对处理上呢，中法呢应该有着很多的共同的一些想法和气息。比如说呢，中法在这个应对全球治理问题上呢，有很多应该说可以理念相契合的地方那么共同的这个拥护多边主义，反对这种单边主义。22号晚，李强在巴黎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办好新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加强绿色、经贸、数字等领域合作，为中欧关系发展打开新空间。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风险；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是稳定，而不是冲击。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对华合作，同中方共同维护中欧务实合作的良好局面。中方愿同欧方共同努力，增强中欧经贸关系的可靠性、稳定性，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米歇尔表示，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交流，发展多层面合作关系，推动欧中关系巩固和加强，共同解决气候、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构建开放多极化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欧盟和世界，欧盟无意阻遏中国发展，反对新冷战和选边站队，希望新一次欧中领导人会晤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有分析指出，对德法两国及欧洲来说，中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首次出访，不仅是传承友谊之旅、深化合作之旅，也是落实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推动中欧关系发展主张的一次重要访问，还为他们排除内外干扰、来整理、捋清复杂而纠结的对华思路提供了难得契机。中欧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呢，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确实中欧这2年呢竞争面在增加摩擦在增多，双方存在一些落差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也确实有一部分声音呢，我们讲说是站在美国那一边那么跟着美国呢去围堵中国、遏制中国那么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已经超越了我们讲说中欧正常的这种关系的实质他们已经泛意识形态化了泛政治化了，那么严重冲击和影响到了中欧之间的正常的一种交往。那么中欧只要愿意坐下来求同存异，
我觉得呢，双方呢就有一个能够找到符合彼此利益的、相对稳定的、合理的、长期的一个相处之道。访问法国期间，李强还出席了为期2天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多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重要国际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出席。这也是李强就任总理后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峰会。大国总理说什么，如何阐释中国方案、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会进一步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二是作为全球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人信守诺言，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变框架以及巴黎协定，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据悉，早在法国筹备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期间，就曾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希望中国密切参与其中。外界认为，此举显示出法国希望在推行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理念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呢，应该说这些年无论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还是说我们说的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理念的这种推广，我觉得都呢反映出呢中国对待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合作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各方呢也在期待中国能够在这么重大的国际场合，能够如何把这些理念推迟到实际。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中国的一个期待。在峰会上，多国领导人对中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会的美国财长耶伦也表示，美方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Indeed, I'm pleased to share this stage with colleagu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remier Li Qiang. As I said in a speech earlier in the year, as the world's 2 largest econom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on global issues. It's something we can do and something the world expects of us.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上首次提出，旨在探讨气候生态行动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现状与前景，以期为新的全球融资契约凝聚共识。根据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定，富裕国家将从2020年开始，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应对全球变暖。这个拖延了3年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南北国家之间的信任。在此次峰会上 ，IMF 主席宣布通过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实现了此前的动员1000亿美元目标。这笔融资将助力贫困国家对抗贫困和气候灾害。大家已经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在全球治理的中的，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只靠单打独斗可能是越来越不行了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的新呢是一个理念上的新。也就是说呢，可能我们要改变原来的一些战后长期以来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它的这种融资的方式。那么这种融资方式呢，它可能是原来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的，但是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发展国家的快速的崛起，整个世界的这种权力的布局，应该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宣布了一系列国防和商业协议，推进美印军事和经济关系。印度为何豪掷千金购买美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莫迪在记者会上避而不谈中国和俄罗斯，向外界发出何种信号？来看报道。拜登在白宫为莫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随后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拜登热情赞扬美印伙伴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紧密、更有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印两国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早些时候宣布，与印度国营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合作，为印度空军生产战斗机发动机，包括印度研发的光辉轻型战斗机的 F-414发动机。
印度总理莫迪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Moving away from the old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 we had earlier, we have transitioned today to a relationship involving transfer of technology, co-development, and co-production. The decision taken by General Electric to manufacture engines in India through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s a landmark agreement. This also opens up new job opportunities in both countries. This will give our defense cooperation a new character in the times to come. 一些美国和印度媒体声称，两国这次合作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美国已经同意向印度转让大约80%的相关发动机技术。但此前，美国对其军事技术一直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未向非盟国转让过如此重要的技术。此外，拜登和莫迪还达成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造船厂进行大型维修。同时，印度还将采购美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印海军官员此前表示，海上卫士将大大增强印度的海上监视能力。据悉 ，MQ-9B 海上卫士系死神 MQ-9 无人机的海上改进型，配备360度海上监视雷达和多模式海面搜索雷达，最大续航时间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超过12000米。现阶段，印度通过租借来的该型无人机搜集海上情报，并与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进行情报共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世胜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军工产业的深度合作意味着美印两国防务关系将更加密切。一个就是说呢，美国呢现在呢对印度的这个防务市场非常的垂涎，非常的这个羡慕。那同时呢，由于呢双方此前呢经过20年的努力呢，也签订了一系列的扫清高端防务合作的一系列的文件、法律文件，所以呢，这个呢也标志着未来印美之间的高端的这个军工产业的合作也会走上一个正常化的发展的一个快轨，表明双方的防务关系会越来的越密切。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也是希望呢，以印度的防务合作，那最终呢那个削弱俄罗斯对这个印度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种影响力，我们把它叫做去俄罗斯化。这样呢也进一步加大呢美印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盟和协同。另据外媒报道，在莫迪访美期间，美国芯片大厂美光科技宣布投资超过8亿美元，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建立一个半导体测试和封装工厂。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则宣布，在印度创建一个新的半导体商业化和创新公司。芯片设备制造商范林集团表示，要在印度为6万余名工程师提供培训。尽管莫迪此行获得拜登高规格接待，但在行前，美国舆论以及国会议员均向白宫施压，要求美方就印度国内的人权状况提出关切。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印度人权问题向拜登和莫迪提问，拜登以美印彼此坦诚相待、相互尊重回避了问题，还无端扯上了中国。Well, look, the Prime Minister and I had a good discussion about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at's the nature of our relationship. We're straightforward with each other, and we respect each other.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that I believ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in the space it is in the U.S.-Indian relationship is that there's an overwhelming respect for each other because we're both democracies. 外界还注意到，双方会晤后所发布的总计58点的冗长联合声明，内容提及国际秩序和所谓印太地区、东海、南海等问题。路透社当天还专门刊文总结联合声明中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并称似乎是在针对中俄。胡适胜则认为，这是拜登政府的一贯作风，目的是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其实呢，自拜登上台以来，拜登搞的多次的这种同盟之间的峰会也好，和战略伙伴之间的峰会也好，每要在联合声明中提及西太平洋的有关涉及到中国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热点问题。实际上，这是从美国方面是拉着印度来联合呢对付这个中国，那形成对中国这种战略的围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会轻易抛弃战略自主与传统的不结盟立场，一味追随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莫迪没有直接谈到中俄，而是采取了十分迂回的说法。这或许意味着莫迪并不打算在对华及对俄态度上做出改变。美国离印度很远，中国离印度太近，再加上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如果中印关系完全破局，印度的大国的崛起梦也很难实现。另外，俄罗斯是它的传统的盟友，印度不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孤立俄罗斯，它的整个军事体系仍然现在45%的武器装备仍然是来自俄罗斯。如果彻底和俄罗斯关系破局的话，那么它整个的军事现代化会遭遇很大的问题，整个国家安全保卫方面的压力会陡然增加。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印度总理周五结束对美3天国事访问，美印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么，管先生，您对莫迪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吗？好的，主持人。那么，莫迪访问美国3天，可以说是各种热闹。用美联社的调侃是 pomp-filled state visit， 是所谓各种浮夸的国事访问。那么，美方的接待礼数呢，表面上做得很到位。莫迪周3、周42晚都在白宫用餐，第一晚是和拜登夫妇的私人晚宴。第2晚是白宫国宴，那么这是拜登他当总统以来第3次办国宴。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因为莫迪吃素，那么拜登夫人呢，甚至特别从加州招来一位素食的大厨，一起来准备国宴的菜式。莫迪也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说，那么这是美国一般只向盟国领导人开放的待遇。莫迪和拜登在白宫共同见记者，两人在国宴上也是互相吹捧。拜登称 "Two great nations, two great friends, and two great powers. Cheers！" 两大国度，两位老友，两个强国，干杯。莫迪呢则称拜登说话很软，但是呢办事很强之类。美印关系无疑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联合声明称，两国成为全球最紧密的伙伴关系之一。那么外界也瞩目莫迪此访呢，达成了一系列防务和经济的协议。那么在防务领域，两国军事关系再有升级。美印海军达成了协议，美军在印太区内舰只呢，将获准可以在印度的船坞靠港检修。印军将会采购美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美国的大军火商通用电气公司机翼将与协议方在印度联合生产战机引擎。普遍预期是已经在美国海军应用超过30年、全球航飞超过500万飞行小时的 F414引擎。专家预计，印方呢希望引进并且联合生产这款引擎，用于印度自研光辉战机的升级版。而在经济领域，美光半导体公司也将会投入27亿美元，在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邦投资建设芯片测试的封装项目。美国呢也将会放宽对印度的技术工人的签证续签规管。那么印度呢也会同意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国际联合太空探索项目等等等等。但是美印关系是不是就此进入到联合声明所称的新时代，迎来所谓的蜜月期，在我看来恐怕是要打上问号的。甚至连莫迪这次访问美国，那么在热闹与喧嚣背后，其实呢也是一地鸡毛，状况不断。它背后所揭示的，恰恰是印美关系的深层的矛盾。那么此次莫迪访美，在表面热闹背后又出了什么状况？暴露哪些深层矛盾呢？莫迪周3、周5抵达华盛顿，那么首场活动本来是要和拜登夫人共同参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但是呢，莫迪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整整迟到了半个小时，只能由美国第一夫人率先讲话。那么莫迪赶到之后还专门来为此道歉。那么这样一个开场，像极了莫迪这一次前后25小时的在华盛顿的行程。那件华丽袍子走近细看呢，上面也是爬满了虱子。印度总理在国会山发表演说，这当然被美方视作高规格的外交礼遇。但是呢，就在莫迪开讲前夕，与拜登同党的民主党的新生代人气女众议员 IOC 周3就发推，呼吁和他一起来抵制莫迪的国会演说。IOC 的推文就这样写道：“我鼓励国会同事为世俗主义、社会容忍和媒体自由挺身而出，和我一起来加入抵制这场演说。”莫迪专机启程飞往美国之际呢，这位印度总理大概也不会忘记这样一幕：
当年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就曾经因为所谓的人权议题，莫迪呢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被禁止入境美国。事实上，就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所谓人权与宗教争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他也不得不在白宫的吹风会上专门来就此发声解释。但是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莫迪在和拜登在白宫共同见记者时，莫迪实际上他只给了美印记者各一个提问机会。美国老记问的恰恰正是印度政府所谓的宗教打压问题。基于发动机合同被欢呼是美印合作的大件事儿，但是呢，这样一桩协议它仍然需要国会山的批准。且不说推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那么即便 F414引擎未来真的能够在印度下线，但是呢，按照路透社的分析，那也可能是下个10年的事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甚至在莫迪抵美开启国事访问的当天，《华盛顿邮报》还特别刊出印度知名女记者叫巴卡杜特她撰写的一篇来论文章。那这个标题啊，可是太扎心了。Sorry, America, India will never be your ally。对不起，美国，印度啊，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盟友。杜特就撰文认为，莫迪这次访美似乎意味着印度已经完全倒向了美国。但是啊，不要天真了，亲爱的美国朋友们，奉行不结盟路线的印度永远不可能成为你们的盟友。不管明年是莫迪连任，或者是其他人胜选，那么印度人对殖民记忆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于国家走独立路线的公众支持也从来没有任何的动摇。莫迪此次访美也被认为是美国在全力拉拢印度联合制华，您对此又如何看呢？这样的声音啊，不是空穴来风。沙利文上周在访问日本期间就已经公开放话，和布林肯访华相比，我们呢更看重印度总理的访美行程与成果。沙利文就是要就此来放炮，要以这种外交上很不得体的直白言论来就此舆论造势，来设置议程。我注意到啊，美印宣布达成发动机合作生产协议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呢，竟然以此来作为标题说 ，U.S. and India agree fighter jet deal to counter China in Cold War II。美印达成战机协议，准备在冷战2中要对抗中国。那么这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典型的挑事炒作。没错，美印联合声明啊，它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呢，也在拿台海与南海问题在说事儿，声称要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要捍卫所谓航行自由之类。莫迪在国会演说时也就此呢发出暗示信号，说强制与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投下阴影，区内稳定已经成为美印合作的中心关切之一。那么美国媒体也在反复炒作美印加强防务与经济关系，就是要反制中国，要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云云。美国反华派的代表媒体人乔什·洛金昨天啊，甚至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炒作说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悄悄联手来共同对抗中国。洛金提到的亚洲盟友就已经包括了印度，但是注意，印度人也已经在该报呢撰文一口回绝，别搞错了，强调国家独立的印度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国。所以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印度的外交动作，我们呢也要冷静观察，更应该有平常心。莫迪3天美国行是不是就真的成了美国全力拉拢，甚至已经是美国拉拢过去的对象呢？亚太地缘政治版图乃至力量平衡，是不是真的就已经就此发生了巨变了呢？还要强调，任何就此轻易得出的结论，恐怕也正是沙利文和他身后类似洛金这样的应声虫们，他们最希望也是最愿意听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那么，已经成为全球第1人口国的印度，就甘当别国的附庸吗？至少已经有印度人对此做出了回答。所以啊，我们不应该草率武断对此下结论。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行程已经结束，但中美高层接触引发的连锁反应陆续显现。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接连就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表态。特别是岸田2度表达访华意愿，
中日关系如何受中美关系影响？日本近年来加大遏制中国力度，中日关系如何才能重回正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需要与中国反复对话，并构建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再次表态有意访华。他表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所有级别上密切沟通很重要。在此基础上，我将考虑自身的访华事宜。而3天前，也就是布林肯飞抵北京当天，岸田文雄在其母校早稻田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讲时，被问及关于中日关系的问题，也谈到了访华的可能性。岸田称，将推动构建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会在推进过程中进行思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9号在记者会上就布林肯访华及岸田表态作出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日方将在主张应主张的东西的同时，努力建立对华建设性关系。但对于舆论最为关心的岸田访华问题，他只能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这表明日本高层在如何应对布林肯访华后大国博弈的新局面尚未形成一致共识。有分析认为，布林肯在经历了一波三折后，终于如愿展开访华日程，并与中方高层展开密集的长时间会晤，这是让日方始料未及的。有日媒认为，布林肯访华对日本而言有如上无抽屉下不了台。岸田表示呢，希望能够访问中国，而且呢还表示需要呢同中国进行反复沟通。因为呢往往日本在摸清美国的风向标以后呢，还会先动手一步，这个首先行动，所以呢。我想呢，这体现了一种日美联动的关系。去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安保3文件，大幅增加防卫费，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其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明显背离中日之间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引发各方批评。日本参议院16号表决通过防卫费裁员特别措施法案。今年3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2023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费增至超6.82万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1.26倍，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了确保此项防卫预算的财政来源，日本政府又提出了防卫预算裁员特别措施法案。5月23号，该法案在日本众议院通过。在具体执行层面，日本防卫省已确定方针，将在2024年春扩大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规模，并让该部队的一部分常驻在前沿的海上或离岛。水陆机动团的任务是夺回被占领的离岛，被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2024年春，水陆机动联队的数量将由目前的2个增至3个，主力规模将增加到之前的3倍，约1800人，总体规模将增至3000人。日本媒体报道说，如果主力联队增加至3个，则可以轮换性的让其他2个联队执行训练待命任务，并将另一个联队部署到海上以应对紧急情况，而部署地点预计将是所谓中国军队活动频繁的东海地区。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一名防卫省高级官员承认，这参考了驻日美军海上陆战队的运用方法，提前在前沿部署部队，对在发生所谓有事时能尽早应对很重要，同时还能扩大与美海军陆战队和海上航空自卫队的合作空间。有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水陆机动团扩员是加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合作的一环，美日的一体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如果让水陆机动团常驻东海，将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呢，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可以说长期保有呢大约19万人到20万人左右这样的规模，所以呢，日本它即使扩张，才要扩张到3000人的这个部队，真的呢，算不了什么。即使在战争当中，这么小规模的力量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当然呢，它的这个水陆机动团的人员呢，是经过高度的训练，武器配备。各种装备都是世界一流，向美国看齐，并且呢，常年和美国在一起进行呢，相关的训练和演习，所以呢，它的作战水平应该是
比较高的。而美军帮助日本提升离岛防卫能力，应对所谓台海有事情况的重要手段，是在冲绳组建新型滨海作战团。今年1月，美日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宣布，在冲绳组建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特殊部队——滨海作战团。美国防长本月初在新加坡相会上介绍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时提及，到2025年，美国将把海军陆战队最先进的编队第12滨海作战团部署在日本，以加深第一岛链的稳定。美军认为，传统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模式已不适应西太平洋的军事格局，海军陆战队必须化整为零，将传统的陆战团改编为滨海作战团，实现以陆制海作战目标，从而成为满足大国竞争对抗需求以及在复杂作战环境下遂行多种任务的重要力量。美国的滨海战斗团现在呢也在向东亚前沿地区部署，那么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呢还要扩大，这反映出呢，美日两国在军事方面已经日趋从战略的一致、战略的联手，走到呢战术层面相互配合，相互呢进行打通内部的交流和指挥关系，以便呢针对中国的台海地区做准备，东亚地区有越来越大的外来军事力量介入的这样一个风险。一度对中韩关系造成影响的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了新动向。6月21号，韩国环境部宣布，驻韩美军萨德基地的环评报告已经完成，这意味着韩方对于部署萨德系统的审批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将启动基地的建设。韩国国防部也重申，萨德部署问题不容妥协。名义上，针对朝鲜的萨德一旦进入正常作战部署，势必对中国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构成严重侵害。而尹锡悦政府此举也违背了此前韩国政府对中方所作承诺，进一步证明当前中韩关系面临困难调整的责任不在中方。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21号抵达首尔，并于当天会见韩国外交部次官助理崔永山，介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访华的成果。康达称，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与中方就朝鲜半岛事宜进行了讨论。同日，康达在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张虎镇会谈中，还就韩美为推进印太战略、发展对华关系保持紧密合作达成共识。实际上，美韩间此番通气此前就有预告。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访华前夕与韩国外长朴振通了电话。按照韩媒的报道，布林肯在通话中支持韩方基于相互尊重，努力推动韩中关系健康成熟发展，并对朴振表示，他将及时向韩方通报访华结果。韩国《每日经济》称，对韩国而言，很担心中美会谈导致韩国被泼冷水，因此高度关注中美对话内容。韩国舆论认为，在布林肯访华、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情况下，韩国需要与美国保持步调上的一致。布林肯访华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啊。那么日本包括韩国啊，他们可能有点吃不准。我们知道日韩两国最近在那个和美国进行军事同盟啊，那么参与美国围堵压制中国的一个阵营是非常积极的啊，跳得很凶。如果中美关系出现什么新的走向的话，那么韩国可能会认为他的筹码全部就付诸流水了。那么我想美国政府也是希望就是说那个稳住韩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今后的一个基本立场啊，包括美国政府对于美日韩三方联盟的一个立场啊，那么向韩国做个通报啊，其实也是给他吃个定心丸吧。我想主要作用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康达与韩方通气的当天，有关美在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一事也有了重大进展。韩国环境部21号批准了国防部旗下国防设施本部于上月11号提交的萨德基地环境评估报告。韩联社称，从公布的环评报告书来看，萨德基地没有超标的评价指标，只建议完善施工现场扬尘预防措施。而针对萨德部署地庆尚北道兴州草田面勺城里居民，最为担心的是萨德电磁波问题。环评结果显示，萨德雷达电磁波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消息一经发布，当地居民立即表示抗议，认为环境影响评估进行太过草率，对电磁波的测定结果不予认可。实际上，2017年以后，萨德系统经小规模环评一直处于临时部署状态。
后因兴洲郡部分居民和团体的强烈反对，基地未能正常营建。但自去年5月开始，尹锡悦政府就强调要推进萨德基地正常化，加快了环境影响评估的速度。随着环评报告的完成，意味着自萨德系统2017年入韩以来，基地建设所需的行政程序历时6年全部结束。此后，萨德基地建设工作将正式全面启动，萨德也将从临时部署状态转为正常作战部署状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22号在记者会上就萨德基地环评工作结束一事表示，基地正常运营所需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国防部将做好相关工作，并致力于完善条件，确保基地官兵们顺利执行任务。据悉，美军正在设计萨德基地的建设和基础设施，预计将于今年年末动工。现在尹锡悦政府已经一头扎进了那个美日韩三方的军事同盟那个阵营啊，那么加紧部署萨德，甚至扩大部署萨德是它的一个既定政策。那么接下来，我想韩国政府肯定是一个是巩固已有的一个部署萨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韩国政府很可能看情况增加萨德的部署。一个增加，一个是在原基地内的增加，一个是可能会另外开辟新的基地增加啊。那么更多的和美国的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一个联络和联系。22号，韩国外交部官员在回应记者有关部署萨德的担忧时声称，萨德是一种自卫性防御手段，能保障国民不受朝鲜核岛威胁，旨在维护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这位官员重申，萨德涉及国家安全与主权，相关问题不容妥协。实际上，韩国政府本月7号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就将萨德描述为安全主权事项。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为什么在安全问题上在安全和外交问题上做了这么大的转弯原来的不选边站那么变成一头扎进那个美日韩三方的同盟这个阵营那么我想可能是尹锡悦政府对现在新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判断，尹锡悦可能认为就是说在美国全面推进亚太战略全面对华遏制这个战略下关键时候他必须跟着美国走。我们知道那个日韩的和解很大程度上是由美方推动的，我觉得是韩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状况做出了判断那么下了一个赌注。尽管尹锡悦政府一再声称，在韩部署萨德是为应对所谓的北部邻国威胁，无意针对中国，但这套说辞连韩国的有识之士都不认可。无论韩方如何否认，萨德系统的 X 波段雷达探测距离远达2-3千公里，足以深入探测中国内地，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方不可能熟视无睹。因此，当2016年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执意引进萨德系统后，导致中韩关系骤然生变，两国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对韩国经济产生了沉重打击。到了2017年，文在寅政府为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时任韩国外长康京和在访华前提出3不承诺。所谓3不，是指韩方不再部署新的萨德反导系统，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谋求韩美日军事同盟。此后，中韩关系才逐渐缓和。不过，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外长朴振在去年7月出席韩国国会听证会时，竟然声称，韩国围绕萨德问题的3不政策，并非对中方的承诺或双方达成的协议。此事事关韩国国家安全和主权，应由韩方自行判断，难以接受中方要求韩方履行承诺的说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就指出，中方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的立场不针对韩方，而是针对美国有意损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不良企图。任何国家，不论哪个党执政，不论对内有何政治需要，其对外政策都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稳定性。新冠不能不理旧账，这是邻里之间打交道的应有之道。对于涉及邻国安全的重大敏感问题，韩方应该继续审慎行事，并寻求根本解决之道。虽然你政府化了，但是我们讲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有承诺，是有信用的你和其他国家达成了共识它是有国际义务在里面的。如果每个国家新政府都可以把旧政权前政府的所有的国际义务、国际承诺一股脑全部推翻那我们讲这个世界就完全乱套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换政府不是你换承诺的一个理由我们希望韩国政府能够继续坚持这个所谓的坚持文在寅政府曾提的这个关于萨德部署的3不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韩国尹锡悦政府在涉华敏感问题上屈服美国，频频发表错误言论，挑衅中国，导致中韩关系持续紧张。随着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关系释放出止跌企稳的积极信号，不少韩媒坐不住了，纷纷呼吁韩国政府修复对华关系。现在问题是中韩关系今后怎么走？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取决于韩国政府怎么样去判断韩国在亚太地区，包括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地位问题。韩国政府作为美国的一个盟国甚至可以打个双引号，就说是附庸盟国那么它在很多的一个外交和安全上，它是很难做出独立决断的那么它必须跟着美国走，或者说美国也会逼迫它跟着自己走所以我觉得中韩关系的一个今后的走向判断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要看中美关系的走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韩国政府结束了对驻韩美军萨德基地的环境影响评估，即将正式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在是否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环评问题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政治或者说是政局才是真正的动因。2017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之所以以环评为理由暂停4套美军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来自民间的反响与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文在寅政府已经承受不起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才以技术性手段与程序正义为由，拖慢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的步伐，以既对中国有所交代，也对美国有所交代。也就是说，假如环评通过了，文在寅就可以用这个环评结果来回应中方的压力；假如通不过，就可以用这个结果来堵住美国的嘴。那么，在一面倒的亲美的尹锡悦执政之后，他不仅把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上升为了事关韩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上纲上线为了容不得外部势力干涉的韩国国家主权问题。于是，相关环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轻而易举的就被通过了。那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动因让韩方决议推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我一向认为，萨德陆韩问题高度复杂敏感，既涉及到韩美同盟问题，更涉及到了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局势，尤其是涉及到了区内的大国博弈。这起韩国部署萨德问题起死回生，首先是因为韩美两国的内政发生了变化。在韩国，对华态度上相对温和，主张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维护平衡战略的文在寅到站下车了。新上来的尹锡悦，这是韩国这些年来非常少见的政治立场右倾与非常少见的亲美疏华总统。在美国，这是因为几年前特朗普落选了，拜登上台了。特朗普是从美国建国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淡薄的一个总统，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全球与地区安全观念，不赞同美国对盟友、地区与全球承担安全责任的总统。所以他当时对韩国以环评为由拖慢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并不在意。相反，拜登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相当浓厚、执拗的主张应该联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所有盟友来共同应对中国的一个总统。于是尹锡悦与拜登在重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就一拍即合了。从外部因素上来讲，这是因为在拜登政府执意再造美日与美韩同盟，让过去只享受美国保护的日本与韩国也必须承担保卫美国的重任之后，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重新部署也就势在必行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在于，原来坚决反对萨德陆韩的除了中国与朝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也就是俄罗斯。而现在俄罗斯正深陷俄乌战事的泥潭不能自拔，根本就无暇顾及萨德陆韩问题，这也成为了美韩重启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一个机会。好的，谢谢。